涅槃，它讲的就是一个超越生死、常乐我净、烦恼永息的这么一个状态。2003年，我自己皈依成为一个佛教徒以后，在2015年，我到了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看到北魏留下来的7尊大佛，这个气势非常的宏伟，当场被感动的真是叫泪如泉涌啊！那时候就发了个愿，从事涅槃这个题材。展览一共大约有90件作品，那张蓝色底子13.6米长，3.6米高，是非常巨幅的涅槃图。北魏的一个青骨绣像，这样早期的北魏造像，它那个袈裟是呈现这个鸟刺状的，就是两边有点张开一样的。画上你可以感觉到那袈裟就像飞起来一样。这个拙朴的线条是来自于石刻的，因为我看了大量的石窟，非常朴素的那些线条用在我的绘画里面，正是我需要的。佛像的开脸上面选用了这个北朝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面容，非常的飘逸、超凡脱俗。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北朝造像的那个雕塑的高峰。早期从印度传过来，就是时间久了以后，中国人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雕刻符合他们自己审美倾向的这一批作品。最早期那个涅槃的题材其实是从印度开始的，双梭罗树间这样，佛陀入灭的这样一个场景。那我等于说是把佛像又请到这个中国本土来了，让他在中国的山水间涅槃，在双梅树下涅槃。这一组涅槃风光，一共有60件作品。我结合了中国古典园林啊、山水啊这些东方的元素在里面，有很多的假山石，还有中国的文人的书房的空间。作为一个中国人，那些元素啊，它就自然而然流淌在你的血液里头。我是从小对塔特别迷恋。那直到我学了佛法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塔其实最早的在印度的一个来历，就是掩埋了这个佛陀的舍利。我画了涅槃，原来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2年前，我想到，就用这个枯枝来做这个涅槃佛，如梦幻泡影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枯枝就是从这个尘土中来，最后又幻化成什么都没有。我是更倾向于它就放在自然那边，过了多少年以后，那些树枝就自然而然的腐烂了，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完全没有。我自己是经常有一种感觉，可能多少世以前曾经是石窟里的一个小画匠，在敦煌哪个洞里面大概点过一盏灯，所以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继续来从事这样佛教的一个题材。我后来其实才发现，年轻人才是我作品的最大的粉丝，也特别愿意用去做这个卫星头像啊，看看我的作品，好像得到很大的疗愈。